做最自由的模型 TCGO 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万代 TV 1:100比例 C 的迪士尼系列模型第6期 TV 1:100比例的绿色扎古勇士以及海涅专用扎古勇士。这两款模型都是2005年发售的，绿扎古的定价是3000日元，海涅扎古的定价是2600日元。该系列还有2款扎古勇士，露娜专用的红扎古和雷专用的白扎古，定价分别是2300和2600。由于没收到太好的价格，所以这2款也就没有购买。不过区别不是特别大，也仅仅是换色。所以本期视频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我手中的这2款模型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。盒子部分依旧是一小盒，不过会更厚。峰会这一次是2个人，迪亚哥和阿斯兰。周围一圈的产品介绍都是常规状态，这个我们就不去细看了。绿扎古一共是11块板件，因为是包括双背包，所以算是这几个 TV 扎古勇士里边零件数量最多的一个。同时这一款模型也是提供了2位驾驶员的立牌，毕竟阿斯兰第1集就临时开过扎古，内部的尼龙管和铁丝也是给炮击型准备的，标配的说明书1份。剩下的就是板件部分，本款模型依旧是存在着塑胶比较多、水纹明显的瑕疵，并且飞边也会有，但是整体的刻线细节是真的非常清晰，棱角的处理也是恰到好处，很舒服。板件大概就是这个状态，剩下的时间来具体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。绿色扎古勇士的配置包括主体光束步枪、光束战斧、炮击型背包、瞬发型背包，2个人物立牌，但是底座只有1个。因为我买了2个绿扎古，所以立牌是2个完整的。海涅扎古勇士就是完全的瞬发型换色，不过人物立牌是换了，加上给了2个新规贴纸。其实 TV 这4款扎古勇士买1盒绿扎古就全包括了，主体和2个背包都是通用的。不过露娜扎古是炮击型，定价2300，而多了一个盾牌肩甲和更换成瞬发型背包的雷扎古，定价是2600。背包板件量对比其实差不太多，瞬发型能多一点点，可能多出来的这300日元主要就是盾牌吧。本款模型需要贴纸补色的部分会比较多，正好我买了2个绿扎古，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对比。独眼部分是补色贴纸，那么侧裙甲上挂载的手榴弹的白色也是需要贴纸补色的，而且这个白色的贴纸没有完全的给它贴服。对比之下 MG 是直接更改了形状，并且采用了分件处理，甚至之前我还有疑问，动画中真的是像 TV 这样只有白边吗？然后我还看了一眼，哦，确实是，甚至还截到了一个崩坏的表情包。主体部分的补色就是这些，炮击型贴纸是尾端的圆形和前端这几个红色零件的补色， MG 这几个部分都是做成了分件，圆筒这一侧的红色也是做了贴纸补色，不过我感觉这个贴纸会有一点短。瞬发型背包有这2个白色条纹进行补色，其实对比之下，除了眼睛的贴纸，剩下的不贴，我感觉对整体的观感影响也不是太大。正好手里也有之前国产厂家幻影模型翻模的绿色扎古勇士，本期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，看看从 TV 露娜扎古发售的14年以后才出的 MG 有什么样的提升。在身高方面，本款模型的设定要稍微矮一些，对比 MG 也是要矮一丢丢。对比之下，在观感上二者的区别其实就非常大了。TV 扎古勇士在体型上甚至会更修长一点，尤其是手臂这个部分会比较细。相比之下 MG 更敦实一点。TV 扎古勇士基本上和动画中的造型大差不差， MG 在此基础上是进行了大量的魔改。对我个人来说， MG 的看上去会攻击性更强更近，所以 MG 和 TV 扎古勇士在造型上的2种诠释，我个人其实都是蛮喜欢的。TV 绿扎古在头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提供队长机的天线头盔，而普通头盔的零件是和壮丁肩甲开模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说有壮丁有普通头盔，没有壮丁的有队长型头盔。万代你他妈！头部分件 MG 和 TV 都是5个零件，二者的区别也就是 MG 没有披萨件，但是有透明面罩，剩下的分件设计其实是大差不差。独眼的活动方式都是通过拆除头盔活动内部的零件，不过 MG 是多了一个凸起， TV 的话零件会更大一些。在脖子关节的设计上，二者也是差不太多，但是 MG 的卡扣干涉会更小，对比 TV MG 的可动会更好一些。二者在胸部外观和分色处理上也是差不太多，不过 MG 有着比较完整的功能性骨架，所以无论是在可动还是在分件的结构处理上，对比 TV 强化了确实很大。TV 的腰部是柱形卡榫进行连接，不具备侧摆可动。在裙甲的设计上，二者是差不太多，前面的可动和分件的处理基本是一致的，不过 MG 的结构要更加的完整更饱满，侧裙甲的手榴弹也是可以单独拆除握持在手上。
后裙甲依旧是不可动的设计，不过在前后裙甲下端出气口位置的内部细节刻画，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有的，而且比较清晰。裆部后方的零件可以推拉，然后露出内部的卡榫，这个部分就是用来挂载光束步枪的，但是固定的并不是特别稳定。光束步枪的可动设计包括弹夹的拉出结构、辅助握把的可动，这些也都是有的。不过弹夹的固定会比较松，需要加固。在金甲部分就得说到了，和头盔一样，真抠啊！绿色的扎古勇士是提供了一个盾牌和一个壮丁，想要实现双盾牌样式，要么就买俩，要么就买别的。人物立牌、肩甲、头盔，真的是有一个就缺一个，只能说这个商业套路确实是很烦人。壮丁肩甲就是普通的左右合，另外一侧的盾牌肩甲设计其实还不错，对比一下 MG 二者的尺寸也会有区别，并且在机械臂的结构上 MG 有所强化， TV 肩甲和盾牌连接的部分为固定结构， MG 在这个部分是多了一段可动，二者根部都是球形关节，这就导致 TV 的盾牌可动限制会比较大。另外针对盾牌的造型， TV 的会更扁平， MG 的反而会有一个弧度，看着更厚，但是很可惜这两款盾牌都没有还原拔出光束战斧的结构，从结构上来看属于是没有解决盾牌收纳机械臂的问题，但是 MG 的盾牌做得足够厚，反而没有设计这个结构，很可惜。 TV 是提供了一把光束战斧，结构很简单，不过尾端的零件是可以翻折活动的， MG 没有做这个结构。TV 的条件也没有 MG 更有冲击力，但是符合 TV 本身的造型。手臂部分最大的问题依旧是左右合零件残留的缝隙，正好都在正中间， MG 的分件处理相对来说要更加的合理一些。翻云手依旧是只提供了一对握持手型，握持战斧的时候会容易秃噜。整个手臂的可动结构会很简单，都是这一种左右合嵌套 PC 件，后续做无缝处理也会更方便一点。可动角度比较一般，能够满足一些基础的把耳角度。大腿根部依旧是球形关节，不过扎古大腿内侧是有一点细节刻画的，同时大腿左右合这个零件这里的部分缝隙是有做拼接缝的处理，要比手臂那个观感上要好一些。小腿部分的分件会比较多，后方喷口也是有轻微的活动，两侧动力管是固定结构，属于是那种直接塞进去的，对可动会有一点影响。 MG 的这个部分是采用了一体成型零件，可动角度要多一些，并且为了提升脚腕可动， MG 在小腿侧面的装甲也是有一定的让位。TV 这个部分是固定结构，不过脚腕的可动性对于这一款模型来说也算够用了。小腿部分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大块左右合的零件缝隙处理，不过这个部分和手臂一样也是嵌套 PC 件的结构，所以做无缝的话也会简单一点。其实从侧面看，整个 TV 的大腿、膝盖、小腿正好呈现一个斜面很平滑的一个过渡下来，一体性会比较不错，观感上也会比较舒服。整个腿部的可动相对来说还不错，不过想要摆出剧中那种充满张力的 pose， 还是让 MG 来吧。最后还剩余两个背包，炮击型背包整体的质感加上细节刻线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，并且炮的前端和尾端也有做出展开处理。收纳的时候，这个部分都有固定卡位，但是前端的这个并不能完全合拢，我这种强迫症多少看着有点不得劲儿。握把的部分也是有轻微的可动，背包机械臂采用了多段连接，卡扣稳定性会比较一般，并且机械臂和背包这个部分也是有固定卡位的。动力管的部分是采用了内部铁丝、外部尼龙管的配置，背包中间这个部分其实就比较一般了，直接和主体进行连接就可以了。另外，顺发型的背包整体也是具备多种可动，包括推进器的盖板和导弹舱的零件都可以进行展开，也是和主体直接连接就可以固定。MG 的顺发型背包在此基础上是添加了导弹舱的活动关节，导弹分件的方向也会有做出改变，算是两种呈现形式。目前 TV 扎古勇士的现货价格是120多块，怎么说呢？虽然这么说不太好，不过各位就当图一乐就行啊。在不考虑正版盗版的前提下，这个价位我认为还是幻影扎古会更有性价比，并且因为幻影是翻模的 MG， 整体的可玩性也会更好。素质表现按照我的习惯来说，除了幻影模型的第一批问题挺多，后续批次相对来说要好一点点。不过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，TV 和 MG 的扎古勇士这两个造型我都挺喜欢，所以我确实都想要。虽然 MG 的扎古勇士在 MG 里边感觉设计上会挺简单，没啥亮点，但是对比 TV 整体的提升确实很大。综合来说，如果你喜欢这个造型，那么 TV 扎古勇士就是适合你的。
如果对这个造型没有兴趣，那么我建议直接选择更好的产品。那么万代 TV1:100比例 C 的 Disney 系列第6期视频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 TV 模型鉴赏不见不散，拜拜。